咱们很多花友啊，喜欢的用这种颗粒的大量元素的这种复合肥啊，撒在盆面，然后咔浇水，这么去用很容易烧苗，尤其是这个土壤湿度高，尤其是这个土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啊，这个作用更明显。可能你撒上以后啊，没2天植物出现黑叶、黑尖啊、顶芽萎蔫的这种现象，甚至黑杆的一个现象啊，这个就是烧苗的现象，表现的非常快。就是释放速度过快了，花盆里边的空间太小了啊。这个复合肥里边的氮磷钾含量非常足啊，尤其是氮肥。那么氮肥是非常容易烧苗的啊。那么咱们盆栽怎么用啊？你比较安全一点的，咱们就取1克的这个复合肥啊，你给它溶解到水里，这样给这个肥力啊，给它稀释一下，不让它集中式的爆发式的一个释放。稀释以后啊，咱们用这个兑完肥的这个水再去浇花的时候，那么它就会稳妥很多，减少很大的一个施肥风险啊。咱们地栽的时候是吧，你不要往根儿中间撒，咱们可以沿着这个灌服的外围啊，给它撒上一圈啊，来一点就行啊。然后咱们通过浇水它释放到土壤当中，它地里边的根系长到这个位置啊，夸夸的进行吸收，这样是比较安全的。那么从产品上说啊，这个复合肥啊，它氮磷钾含量非常足，还是很好的一个产品。大家用的时候啊，你花盆和地栽你要区分开去用，这样对植物来说安全有效，枯枯长就完事儿了啊！别忘了点亮关注啊！今天咱们揭开配土的神秘面纱，咱们从几个维度去讲配土，新手咱们做好笔记。像田园土啊、黄泥土啊、泥炭土啊、椰糠啊，它们的作用是给植物源源不断的提供水分，具有一些保水的能力。像珍珠岩呐、火山石啊等等五花八门的一些颗粒物，它们是排水透气的作用。那么像这个松针呐、腐叶呀，包括这个树皮呀，主要作用就是土壤有机质的含量，提供微生物繁殖。咱们配土最主要的就是方便浇水，给植物的根系创造良好的生长条件。咱们首先根据南北方的差异选择配土，南方潮湿，北方干旱，空气湿度影响的是叶片的增藤量，湿度高增藤少，湿度低增藤作用强。南方配土，咱们可以适当的多掺些颗粒物，增加土壤的排水透气性，避免土壤长期含水量过高导致的植物根系出现问题。那配土比例的话，拿我的配土举例，泥炭土的含量占6到7成，颗粒物占3到4成。那北方的湿度比较低，叶片增藤量比较大，需要一定的保水性，颗粒物配多了，咱们就需要提高一些浇水量。还是拿我的配土举例啊，泥炭咱们7成到8成，颗粒物咱们可以占2成到3成。那第二个就是根据植物的根系去配土，像草花类啊、杜鹃呐、琴叶榕等等毛细根多的植物，咱们在选土的时候要注意选择土壤的一个颗粒粗细。泥炭土0-10和10-30，咱们选什么？那么选相对较小的，选10-10的，更利于这个根系瘦弱的这个植物进行扎根。像龟背竹啊、兰花啊、君子兰啊、天堂鸟啊等等肉质根系的，咱们去选10-30或者是20-40的。肉质根需要盆内的整体湿度高，生长阻碍小，更利于生根。那为了咱们不好掌握纯土的一个浇水情况，咱们可以适当的再加一些颗粒物质。保水介质一般维持在7成左右，那么透气介质一般维持到3成左右。这个颗粒物越多，咱们浇水频率越要频繁。那么第三个，咱们就要根据你家的花盆种类去配土。像你家瓷盆多的，四面不透气啊，排水孔比较少，盆面的自然水分蒸发比较慢，那么咱们选择颗粒物的含量就要适当的去增加。北方地区为例，珍珠岩、火山石整体介质一般在3成左右，不要超过4成。那如果你家陶盆多，还有这种青山的空根盆比较多，排水透气比较好的，像咱们北方的颗粒物含量一般要减少一些，2到3成为主，尽量不要超过3成。那给大家一些实战经验，不管你是买这种现成的营养土，还是说自己去挖土养花，咱们家里要备一份最常用的火山石和珍珠岩。买到的通用土像我这种纯手工搅拌的比较少，一般都是机器搅拌，它这个颗粒比较细。你养杜鹃呐、养琴叶榕啊、养栀子花没有问题，你养天堂鸟啊、养龟背竹啊，咱们适当增加一点颗粒物，避免土壤过细、保水性过强造成的根系问题。如果你是这种瓷盆养花，咱们也要去参加一些颗粒物啊，增加土壤的排水透气性。那么配土的重点，咱们第一个，植物要能固定住，不能晃。第二个就是咱们方便日常你去掌控浇水，减少你不会浇水还有浇水上的难度。各个型号的介质咱们推荐一下啊。泥炭土10-30的用处最多，珍珠岩4-6、6-10用的最多，火山石型号3-6和6-9用处最多。
一般都是建议配土里边加火山石和珍珠岩混着用。第一，避免质量不好的这个珍珠岩粉化过快；第二，避免咱们浇大水的时候啊，这个珍珠岩上浮集中在盆面，失去透水透气的作用。这个火山石我最看重的就是它不易粉化，它里边的这个孔隙结构多，微生物能在里边存活，所以我配土这个火山石是重要的一个机制啊。今天讲的配土是比较细致的，你别忘了点赞关注啊。自来水能不能浇花？自来水浇花行不行？不行啊。你得用百岁山啊，你得用依云。这个自来水到底是得罪谁了啊？这养花的条条框框实在是太多了啊！他有口水喝就行，他还挑水，他有资格挑水吗？是吧？人都能喝自来水，他怎么的？你说，哎，我这稀罕的花啊，我想对花好一点，你可以收集一点雨水，是吧？这个是没有问题啊。你也可以说自来水，你给它困一困，把自来水里边杀菌那个氯气呀，给它这个释放一下。是吧？因为有些植物啊，你说像蓝莓啥的，它忌氯，啊，这个氯土壤当中氯多了，对植物它有害的啊。这个是你可以通过困水把这个氯气释放掉，是吧？第二个就是自来水，你静置一下啊，它平衡一下水的一个温度啊，尤其是冬天的时候，是吧？有些人说啊，我北方水质偏硬啊，我也是北方，我水质也偏硬啊，钙镁离子含量多。你要避讳这个，你往土里加点有机肥啊。你这个土壤有机质含量高以后啊，这个微生物活跃起来，它适当的分解一些，减少一些土壤压力，是吧？这个也是 OK 的啊。你再有条件，你家安这个净水器了啊，你把净水器里边的水接出来去浇花，是吧？这些都 OK。有些人说这个水碱性啊，你去测一下，是吧？你认为好的水，它的 pH 值是多少啊？据我了解，咱们喝到的这个矿泉水啊，这个各种水啊，它是利于人体的，它 pH 值都呈略碱性。啊，有的这个水，它的 pH 值比自来水都高很多啊，它的碱性都很大。不要被胁迫，你不要去想象怎么样，是吧？了解清楚本质啊，你这个花才能养好啊，你这个爱好才能满足。别忘了点赞关注啊！